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然后这一集呢，也是安妍老师。大家好，艾丽莎好。然后我们上2集呢，就讲了一些正负面的东西，比如说大家要学会躺平，然后就可以去避免太多的精神内耗，然后避开所谓的这个比较动荡的年代，对年份，对。然后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这些正面与负面的东西，其实呢，就是我个人呢是就上2集我们有讲到，就是比较学理，对不对？你有讲我性格比较就是古板，然后我非常讨厌这种就是所谓的什么劈腿男啊，什么出轨，男女都好，我觉得不忠就得死，就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对，踩到你的底线。对，完全是我的底线。然后我其实一直有个困惑，就是我本身呢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但是当我喜欢上一个人，我是看不到我们的东西的，我也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所以其实我觉得紫微斗数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避免踩雷，或者是你可以就是揪出对这些做坏事的人，其实可以算到，比如说就好比我本身要检查我的另一半有没有出轨啊之类的东西，有没有什么个案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大家都很喜欢吃瓜，对吧？然后每一个人都想知道，我要怎样避雷，然后我要怎样去找证据之类的。那我们说讲到正面的东西，当然也会有负面的东西，或者是说有白就有黑。对，我相信应该是像算卦样子，就是有阴阳有好坏。是，所以在我的这个，所以背叛就得死。在我的这个职业生涯或者是我的经历当中呢，有一些特别可能大家想听的一些案例。对，曾经呢就会有一个老板，然后呢他就拿出7份简历，然后过来问我说，到底哪一个适合做他的小三？不是女秘书啊，是适合做小三。适合做小三，对。够劲爆了，7个这么多，7个，对。他长得怎么样？你感兴趣吗？不是，我觉得从你的谈话里面，我已经能够连接到，就是不怎么样，可是钱很多。所以他需要挑选一个适合他的，因为小三具备什么特质？小三，对，我想知道我这种可以当小三吗？你这种当然不行啊！你这么直来直往的人原来不行啊！所以什么类型的女性？而且每个人想要的小三的类型可能不一样但是肯定有几个点是一样的，比如说波波大，然后年轻貌美。你可以问在座的，有的人他不要波波大哦，没有，有的人要腿长哦，腿长，有的人要看脸哦。网红脸啊，高长腿啊，又够白啊。每个人的点不一样，那重点就是他可能需要的是，又能给情绪价值，同时你听话不要闹。那第3点，你不要管我这么多。那第4点，你要钱，但是不要过分，因为有些人会得寸进尺嘛。哇，还可以这样子，所以7个里面。他是想要挑选一个符合他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小三。真的7个里面能找出一个的吗？我先不讲7个里面找不出一个。所以小三有什么特点？你对这个很感兴趣是不是？我其实很想做小三很多年，可是你都讲我没有这个条件。你不是你接受不了啦。无论从你的爱情观还是你个人的一些。就朋友的背叛，我都觉得都不行。对，所以你在做这个命理或者什么时候，就会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客户嘛。我不会去跟你讲说，那个你选这个做小三，还是选那个做小三，这个不是我要去做的事情。就是有什么特征在紫微里面？当然有啊，因为他要找的是要有情绪价值的，要很温暖人的，要能够照顾到。这个男生可能在工作上很累，然后他回家呢，可能跟他的正宫感情已经很久了，已经没有那种激情在了。然后同时他也希望能找到年轻时候的那种被人崇拜、被人仰望。
对，就是那种天哪，你今天开会的样子好帅哦。原来每个男人要的点不一样，然后就是会说不会因为你秃头就嫌弃你，而是觉得这就是男人味的标志。哇，这种都可以看得出啊，难怪我是难怪你不适合，对不对？就丑一点我都觉得我操，我实在受不了。对，当然就是你从紫微的逻辑上的角度是可以去挑选符合你想要的这样的一个人在，但是这个就是从道义上，你要不要去帮他这样做？那同时也不会去跟他。毕竟是给钱，你可以 say no 的嘛。当然可以啊，我不要收这个钱就好了嘛。但你也不好奇嘛？如果是我肯定会很好奇。好奇什么？就我会跟他讲，这7个里面，哎，这个怎样怎样，就有点想八卦的意思。对，没有啦，我没有那么。哦，你不鼓励小三，所以你跟拒绝这个客人吗？就会讲说，哦，这个我可能那个能力有限，对，真的啊？对。但是如果是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自己身上，还是说你身边朋友身上，你或者是你就是那个被选的那个状态的话，那你要怎么去做？或者是你要自己怎么帮自己？其实我们在课程里面有教，而且你可能在学完3个月之后，你就要进入这一段了。所以命宫里面有要在命宫还是夫妻宫还是哪里要有小三的特征，就一眼望去就肯定是没有啦。就是比如说你的爱情里面接受的度到底有多大多宽，是不是能够破坏规则，是不是能够做地下的情人？同时，你能不能够因为某些点而去牺牲掉自己的一些道德的观念在里面？其实要做小三不局限于女人罢了，我觉得男人也是小三，好吗？是啊，是啊，是啊，对。所以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会遇到很多，我相信你也会啊。然后我再举个例子，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就是很奇怪，就是我曾经看过一个个案，就是她正宫是很漂亮，然后她老公不懂有什么癖好，她会跟她家里的就是印尼的女佣哦，女佣是不是？对，我也遇到过。女佣你也遇到？我也遇到过，是正宫来找我。原本他的正宫是说他的女佣吓他降头请降，我讲肯定是。对。但是我看了又看 check 了很多遍，然后我还不信，我还要去开坛做法做这件事。结果我算买塔罗，然后看买各种各样的方式，结果这个女佣没有下塔法，她就是换了这个女佣，她还会找下一个，你就会觉得很奇怪，诶，怎么长得她女佣就很丑，然后就你能有什么情绪价值？毕竟就是你明白嘛。对，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小三她不一定比正宫漂亮，甚至没有正宫漂亮，就好像你一直在喝一个很吃高级的餐点。所以你有做过女佣这种？有，那个当然他是因为说是其实是因为跟老婆正宫吵架，就看到是个洞就抓进来了，类似这种概念。真的，一开门就看到女佣这么丑无所谓。当然啦，女佣有给一些情绪价值，比如说什么样的情绪价值？比如说我知道这个你没有不好，我知道他为什么 Madam 为什么要这样子，我知道你很辛苦赚钱，你看你已经有哄他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啊？然后就开始安慰你，然后慢慢就爬上床了。当然，女佣也是有她自己的目的，因为她想留在新加坡，她想更多钱。对，他想做正宫的位置，这个也是蛮常见的。其实男人只需要哄罢了，是吗？我不知道，可能女人也要哄啊。对，女人也要哄嘛，对。不一样的哄法。不一样的哄法，对。所以我们其实无论是从逻辑的紫微斗数，还是从你们玄学，都会遇到。所以我可以确认，就是一般做小三的男女都好，他们能够提供很好的情绪价值，因为他们情商很高。像我这种真的是没有情商几乎零的人，应该是做不了。就我只能是正宫。做正宫很好啊，对，为什么要去？你自己就是你做自己的太后，你就是正宫。武则天，对。就是我可以有3000个帅哥。好，对你上课之后会挑到底哪一个帅哥适合你，哪个帅哥跟他在一起会。我真的那么肤浅吗？只是给你举个例子，对。
还有什么八卦？我现在听到很精神，原本就是前几集我就觉得太震惊了。来，继续，还有什么？好。但是说实话，虽然我们紫微斗数可以做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东西做不到。我直接就是我做不到，真的没有办法。这个不是说道德上，是我真的做不到。比如曾经有一个女顾客，她过来跟我讲说她怀孕了，我说恭喜呀，怀孕了。她说可是你能帮我看一下我肚子里面的孩子到底是属于先生 A 还是先生 B？ 然后我没有透视眼，我真的看不出来。你去医院那个验 DNA， 真的这个我真的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我想问一下 Alicia， 你这边可以做到吗？这个可能需要开坛做法，做一些仪式去确认。但是一般上直觉都可以大概有一个方向，就是可能是 C， 你没有告诉我的 C， 有可能因为当然了，你可以，因为有时候你懂吗？我发觉很多时候客人就是会隐瞒事实会，然后他们会过来，可能就是他会陈述到自己就是这个案件里面的整个受害者，但其实你做久了以后，你可能他是施暴者，通过不同的方式就大概知道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对，然后其实你要做的就是等待他们。但是我们的法门里面有一个咒，就是可以念出来的时候，他会从实招来。就当我发觉这个人在讲骗话的时候，可是我说这个是我一直我觉得老天没有完美的给任何人所有东西。如果你长得帅，肯定你不守财，你很喜欢花钱。在我的个案里面呢，就是我会玩这种法，可是我永远不能用任何的法在一个我喜欢的人身上。就是一到了我喜欢的人，什么法都不 work 了。你就好像那个眼睛被遮住了，看不见的对，看不到，然后也不会 work， 所以就其他人就挺好用，就等他们讲出口。对，所以紫微斗数可以用比较逻辑的方式去判断，更理性的方式去分析。对，所以它没有那么多需要靠感受，而是比较偏逻辑性。就好像你去学英文、学数学，还是学其他的方面的技巧，开车。所以开车就好像你虽然有每个人的方向感不一样，但是只要你按部就班的去学，你最终还是会开车。但是我觉得任何的法门或者是术怎么讲呢？通灵也好，什么都好，就是其实人有很多个选择吧。我觉得学紫微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会看到你有 multiple option， 你可以走的路有很多不同的方向。是，然后你到底要选择哪条路？是。我相信你也有很多客人会问你，我现在很想转工作，或者是我想自己出来当老板，我不懂要做什么。对，你们一般是怎样算这种东西？我们通灵就很直接，还是没有很直接，因为有时候我觉得不准，就是我看到不同的方向，就是如果他改变，他可以当个老板，或者是做个老板；如果他不改变，他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所以其实命理上也是这样子。我们说人生就是一个地图，老天给你这个地图，你今天选择这条路上会遇到什么风景？可不可以直接告诉他你是适合做一个 influencer， 然后要往这一方面，你适合开个金店，有这样子的东西吗？通常我不会这样做，原因是因为命运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你不是要听别人告诉你要怎么做。你是要自己去选择，所以我只会跟你讲，走这条路会怎么样，你的路上会遇到什么风景。所以他要带着选择来给你，我想开个金店，我想开个没有这个选择是我告诉你，你可以这样子，你可以这样子，但是会实际性的说你很适合做美容这样直接的吗？会，但是要不要做美容，这个是你决定，我不能帮你做决定。因为你可能要开美容店，你要有投资，你要钱，你之后可能要牺牲掉跟孩子的时间等等，你要去创业嘛。可是我有时候我们通灵是看不到这么仔细的，这个紫微就比我们强了。通灵是很难看到，比如说我看到他开一家公司，我看到你知道坐在 office 里面，我哪懂你开什么公司啊？就你还要去就
dig out， 就是要去深究，然后要看更深层的东西。所以紫薇是可以做到这样子，但是我们通常都是让客户自己去做决定，就他可以建议你适合什么行业。对，哦，原来是这样，是不是很有趣？啊，对比我们没有，我觉得你的这边很有趣。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很好奇这种玄学的东西啊。别人有没有劈腿，然后冲凉这种啊？没有啊，就是到底看。我以前真的是有一个师兄，他很喜欢去偷窥吗？女生洗澡，对。哦，那他有没有被抓到？然后被我的老师傅抓到，然后直接把他 block。你这个八卦也很劲爆哎。我不知道原来他那时候还蛮小，因为他只有17岁。所以你们是有透视眼吗？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就这么多个兄弟姐妹里面，只有他是天生能够做到的。哇哦！然后他就是17、18岁嘛，就可能比较好色，也比较好色，因为对你在就是 teenager 嘛，对，就他会做这种事情，然后过后就是师傅知道了，直接就是把他封在家里，对，把他封在家里，然后他的灵魂是不能出去偷看。然后我也就讲，这么没有大志的，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去窥探，就是4D 号码啊，多号码，就是把自己赢个几百万，你要选谁都可以，你要4、5个女朋友都可以啊，这么。所以他还是 teenage 嘛，对那个年龄这样子。结果被偷看了过后就可能就是用法不正当，然后师傅就不大让他去做这种事。所以我们无论是玄学派还是那个术数派，我们其实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学好这个技术，做正确的事情。其实很多人都不懂自己有什么问题，真的如你说的，需要一个激发点。然后这个激发点是可能50、60岁，或者是像我这种就10多岁。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了解自己，同时改变自己，让自己生活得更好。然后更伟大的话，就是改变其他人啊，对，其他人啊等等。希望你以后能这样子。耶，我学渣1名。好，然后这一期呢，我们就讲到这里。非常欢迎你再上我频道。好，接下来呢，就是安妮老师会比较多时间在新加坡，对，但他也会常来马来西亚走动。有机会的话，可以大家见面，聊聊天，对。好，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恭喜发财，新年快乐，拜拜，拜拜。